连体双胞胎的一生究竟可以过得多么的传奇？说到连体人，你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先做分离手术吧。不过对于世界被记录的第一对连体双胞胎来说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技术支持。他们在诅咒和偏见当中夹缝求生，却照样过得多姿多彩，甚至还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他们是中国人，而且在清朝时期，不可思议吧？当然，由于2个人截然不同的性格，这对连体双胞胎还闹出过不少八卦。无论是他们的政治观念，还是三角恋关系，都能让世人叹为观止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初代连体双胞胎的传奇一生吧。照片上的这对双胞胎从左到右分别是张和殷，他们出生于1811年的暹罗，也就是现在的泰国，所以他们也被称作为暹罗双胞胎。那怎么会和清朝扯上关系呢？很显然，除了出生日期是属于清朝年间之外，这对双胞胎的父亲是个华人，母亲则是一半华人血统，一半马来西亚血统，所以对于当时的泰国人来说，更愿意称之为中国双胞胎。在张和殷出生的时候，面对眼前的2个连体男婴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吓傻了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医学知识相当的匮乏，人们都非常迷信张和殷的诞生被认为是魔鬼的诅咒。他们的腰部有一条长约8厘米、直径为3.8厘米的管状组织带连接，所以他们的姿势都是并排站立，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。可想而知，张和殷小时候遭受了多少指指点点。他们被称为怪胎，一些村民们也特别的恐慌，认为这会给村子带来厄运。不过由于解剖学上的特殊性，张和殷小时候就有机会拜见当时的暹罗国王。好在母亲并不迷信，他把他们当成正常的孩子来养育。张和殷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活蹦乱跳。不过不幸的是，当时霍乱流行病爆发，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包括了他们的父亲。然而张和殷非常的顽强，他们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帮助母亲养鸭子、卖鸭蛋来养家糊口。那么是谁发现了这对奇特的连体双胞胎呢？答案是苏格兰商人罗伯特·亨特。当时这个人是暹罗国王非常信赖的贸易伙伴，出入自由。在1824年，罗伯特在湄南河上的一艘渔船上看到了有奇怪的动物在过河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个连体人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的偶遇竟然即将改变张和殷的命运。身为合格的商人，罗伯特思维敏捷，立刻嗅到了商机。如果能够把他们带回西方世界，绝对能够引起巨大的轰动，到时候光数钱就能数到手软。于是罗伯特立刻就找上门，说服了张和殷的母亲，让孩子们前往美国西部展出。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赚钱的好机会。但是，一开始暹罗国王并不想放人，罗伯特整整花了5年的时间才说服国王。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！向西方世界展示你的王国。还有哪个国家拥有这奇迹般的双胞胎？只有暹罗。终于在1829年的时候，通过美国船长亚伯科芬的帮助下，张和殷被合法的送出了国。其实自打有了去美国的打算，母亲就鼓励孩子们认真锻炼，努力编排稍微复杂一点的动作。他们试着拉伸身体中间的韧带，最长能够达到13厘米。这样下来，张和殷不仅能够学会用手走路，还会后空翻、做体操以及驾驶船只。到了美国之后，起初他们只被展示为大自然的怪胎，回答一些问题。他们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周边产品，比如小册子和图纸。后来张和殷又学会了一些歌曲，增加了表演类目，再加上他们淳朴善良的天性，很快这对双胞胎就名声大噪。然而由于幼年无知，张和殷签订了不平等合同，所以3年以来，即使挣再多的钱，他们都拿不到。管理者奸诈贪婪，甚至让他们带病表演。21岁的张和殷受够了剥削，于是决定自己单干。经过了漫长的谈判之后，他们终于独立了，开始了一边旅行一边挣钱。凭借精准的杂技表演，再加上良好的观众缘，张和殷的事业顺风顺水。你能想象这个连体双胞胎各自结婚生子的画面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这并不是虚构的。他们不仅结了婚，还各自生下了10个孩子。没想到吧？看来连体丝毫就没有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轨迹。那么4人的婚姻生活又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在1837年的6月7日，张和殷在旅行当中路过了北卡罗来纳州。这个地区很安静，满足了他们所有对于乡村生活的期望。于是他们决定在结束巡演后来到这里定居。后来张和殷开了一家杂货店，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买了一些土地，饲养猪牛，种植玉米，开启了悠闲的农场主生活。定居后不久，隔壁种植园的一对姐妹花莎拉和阿德莱德吸引了这对双胞胎的注意，他们很快就产生了暧昧的情愫。不过这里还有一则故事，相比之下，阿德莱德更加的漂亮，并且拥有了更精致的品味。为此他们之间还产生过三角恋。起初张和殷都喜欢阿德莱德，但是他选择了张，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。眼看身边的兄弟和自己的女神卿卿我我，这得多酸啊！所以到了后来，
英花了5年的时间才和莎拉培养出感情。反正结果我们都知道，这对双胞胎就要迎娶姐妹花了。在当时，这个消息又炸开了锅，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双胞胎，而是畸形的连体人，再加上了这种违背种族的观念，人们纷纷谴责这种4人结合是不道德的，婚事也自然成为了全国性的丑闻。而且当事人并没有理会，两对夫妇还特地的请人定制了一张容纳4个人的床。在1843年的时候，他们顺利结了婚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莎拉和阿德莱德一共生育了21个孩子，除了张家有2个孩子是聋哑人之外，其余的都是正常的。其实这对双胞胎的到来也在美国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许多医生都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进行各种身体检查，盲测连体的原因。但见过张和一的医生都不敢进行分离手术，因为在当时这几乎是死路一条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张和英的性格似乎也慢慢的迥异了起来，一个喜怒无常，一个安静稳重。而且张很喜欢喝酒，另外一位却滴酒不沾。那他们之间会产生矛盾吗？那是自然的，但并不会持续多久，毕竟谁也离不开谁。结婚后的这2对夫妇也不得不在一起睡觉，所以大多数时间都会好好相处。不过孩子越来越多，张和英发现这样下去也不行，于是决定各自建立单独的住所。1846年，他们搬到了附近的萨里县，在距离1英里的地方建造了2座相同的房子，两大家子人可以分开生活了。这是好办，那张和英怎么办呢？后来他们决定每3天一换，在谁家就听谁的。此时的张和英虽然长着亚洲的面孔，但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。他们还会对白人提起刑事指控，这在美国人的种族观念里面简直是独树一帜。他们不是白人，却拥有白人的特权，还是富有的南方奴隶主，真是令人羡慕。那俗话说得好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张和英也不例外。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，外面总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八卦。比如在1852年的时候，报纸上面刊登了他们虐待奴隶的故事，描绘的像恶魔一样，许多报纸都争相以讹传讹。张和英被激怒了，回应了争议，还出示了一份证明自己杰出品质的宣誓书。其实张和英确实有奴隶，第一位奴隶还是结婚的时候丈人送过来的新婚礼物。后来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，奴隶的人数也达到了33人。但事实上是，张和英对待奴隶们非常的好，并不像寻常人家那样的恶毒，他们甚至还会偷偷教奴隶读书写作，培养他们的能力。还有一则八卦是说，张和英在内战当中是敌人，这确实让人大跌眼镜。双胞胎个性不同还能理解，两人是敌对状态，这怎么行得通呢？原来这是出自于1869年马克·吐温的漫画作品《暹罗双胞胎的个人习惯》，作者暗示自己认识张和英，而且这对兄弟在内战时期打得非常的火热。马克·吐温还透露，他们在战争当中表现的英勇，一个代表南军，一个代表北军。想象一下，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，拿着步枪站在那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会随身携带1支枪还是2支呢？谁又会先开枪呢？当然了，这都是马克·吐温自己的想象，但事实是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也确实被征召参加了当地的叛军征兵，但由于其中一个人拒绝加入，负责人也很难办，就让他们离开了。内战结束之后，张和英的农场就被毁掉了，生活条件一落千丈。1866年，为了挽回财富，他们决定开始老本行，再次进行巡演。但是这对双胞胎已经不再年轻，55岁的他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了。为了缓解压力，张酗酒越来越严重，身体状况也逐渐变差。兄弟俩对彼此的态度也日益暴躁，还经常的打架。所以在欧洲巡演的时候，他们想请厉害的医生做分离手术，但没有人能够胜任。在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，张中风了，部分身体瘫痪，英的身心状态也越来越差。在1874年的1月12日，张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，并伴有胸痛，病情愈演愈烈。5天后的凌晨，张就在睡梦中去世了。当英醒来之后，发现了双胞胎兄弟就死在了自己身边，震惊之余，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恐惧。所以英坚信自己也即将命不久矣。所以在张去世后仅仅2个小时，医生都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现场，英也去世了。最终安葬过后，经过家属的允许，张和英的尸体被挖了出来，送去了医学院进行解剖和研究。医生发现他们的肝脏是由一条薄薄的肝组织连接起来的，如果在当时手术会导致大出血，无法安全的分离，所以英也会因为兄弟垂死的尸体而逐渐失血，再加上他心态崩了，可以说英的死亡完全是被张吓出来的。这就是张和英的传奇一生。暹罗双胞胎也成为了连体婴的历史代名词，他们共同的肝脏则被保存在美国费城的穆特博物馆。如果没有走出暹罗，张和英肯定会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。据说截止到2006年，张和英的后代已经有了1500人，其中有过11对双胞胎，也都很正常。张和英拥有过辉煌的舞台生涯，做过成功的商人，子孙满堂，任何一条都足够让人羡慕了吧。虽说结局有些潦草，但起码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美国梦，在世界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对于这个暹罗双胞胎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。我是真人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